清晰。R9S OPPO 拍照手机。这些手指确实被油炸过。在小吃街发现尸块，围观群众还这么多，48小时要是不破案，真就要引起社会恐慌。可是我鼻子告诉我，尸臭是从这边飘出来的。从形状跟重量上看，应该是女性的骨盆。秦科长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些尸块是来自于一男一女2个人。这里就是油炸尸体的第一现场。颅骨骨折边缘的痕迹微绿且清晰，有可能是圆形的大锤子。站住！站住！动试试！快走，有死人！好。过来2个人。哎，现场就在那边。嗯。这边有吗？那具无头尸啊，是被几个在这边游野泳的人发现的。这个地方人烟稀少，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在这里抛尸。哼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游野泳。没错，很多游泳时期的死亡都跟野泳有关。主要还是害怕环境污染吧。现在很多河流都有污染呀，有机农药、DDT、工业废水什么的，真的游多了都不用担心怀孕了。本来就是。哎，游泳池里会不会好一点？我刚花了2000块钱办了一张游泳卡。这么贵的地方都没事，最多也就是喝点尿。一个成年人游泳45分钟要喝16毫升的尿，你喝的时候酸吗？我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吗？干净的水是没有味道的，如果有味道，就是尿液里面含氮的物质跟氯反应产生的，恰恰说明水不干净。哎，你们看，尸体少了一根手指，应该不是新伤。能判断得出来死亡时间吗？从皮肤跟肌肉脱落的情况来看，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半个月吧。腹部有缝过针，死者的头部不会在腹腔里吧？凶手不会这么变态吧？当然没有。需不需要通知刑警队派蛙人在这湖里头找一下死者的头部？切掉头部就是怕死者的身份被人发现，头部不会再扔到这个湖里了。
石灰石。这么沉，凶手放了这么多石头在尸体里，肯定是为了沉尸吧？死者已经完全没有内脏了，很难直接判断死因。哎呀，尸体身上的这些伤口应该都是利器所致。他生前受过很多伤，被捅了2刀，腿也断了，还有一些是愈合之后反复再受的伤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肩膀有一个严重的错位，这应该是被警察控制住之后奋力反抗所导致的。我推断，我们的死者生前跟警察很熟悉。那为什么是警察呢？他就是跟普通人搏斗也会留下这样的伤。警察抓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动作，是把人摁在地面上往后背。手上戴着手铐的人因为长期僵持，肩膀会受更严重的伤。这种伤独一无二，就跟死者一样。可惜已经没有可以比对的指纹了。湖里的鱼总是优先吃到手指上的皮肤。我看他的颈部状态，他的头颅应该是死后割下来的。对，虽然因为经过湖水长时间的浸泡，血液喷溅的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，但是从切割情况来看，边缘不齐，说明切割的时候肉体已经失去了活力，血液已经停止流动了。对了，美剧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，这是意大利黑手党为了报复对手，就把他的头咔嚓切下来，然后装进箱子里，再送到你们家门口。猜测，只是一种猜测。最近没有失踪人口，也没有人报案。最头疼的就是这种无头案。可以先以这些石灰石为线索查起。石灰石是建筑工地常用的材料，可以查一下湖边有哪些建筑工地。你，跟他一起去。我是法医。我需要安静。安静是什么鬼？那这1个月，这里有人失踪吗？天天工地有来的有走的，也没听说谁失踪啊。行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不过这种石头和无头尸体内的石头看起来确实不一样。师傅，您确定是郭立强吗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失踪了半个月，手还缺一截，准没错。这小子平时啊，经常戴个手套，有一次和人打架，把手套摘下来了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他。就是这种石头。喂，秦科长。你们老板人怎么样？我们老板壮得很，就是脾气忒暴躁，想打谁就打谁。他有家庭吗？有一个儿子，但可能离过婚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是有一个孩子，离婚已经1年多了。这张照片有一半被撕掉了。小江，通知警局对比一下死者家属 DNA， 最后确定一下死者身份。是。太奇怪了，这里任何指纹都没有，就连经常发现指纹的电话电脑上都没有发现。所以这个房间里一定经过了一次非常仔细的清洗，这很有可能就是案发现场。你们说保险柜是空的，这会不会是谋财害命？能把肚子里的内脏全都掏出来的应该是仇杀吧，要不然为什么会这么凶残的对待死者呢？不管案件的性质是什么，我们现在都要从这里查起。您有多久没有见过您的前夫了？大概有半年多了吧。您知道，其实他已经……我知道，
警察已经跟我说了。请节哀。其实我不是可怜他，他能有今天，其实是早晚的事儿，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。我可怜的是他妈。他母亲怎么了？他母亲的身体不好，一直都在住院。妈妈！啊，儿子，回来啦。这枪是不是大伯给你买的？又花大伯的钱。警察叔叔是来干什么呢？小朋友，我们是来办案的。不怕，你看你把孩子吓的。不怕，不怕。小朋友，叔叔阿姨呢是来看你乖不乖的。顺便想告诉你，如果有非法枪支的话，是需要上交的。好吧，给你。由于你遵纪守法，那这个就还给你了，留着好好保护妈妈，听到没有？真是一乖孩子。没想到你还挺会逗小孩的。孩子的心理健康很重要，要是留下阴影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最近接的案子都是结婚、离婚，婚合不合互相捅刀。我现在都有点恐婚了。我觉得吧，还是得分人，碰到那种温柔的老婆还好，就怕碰到那种伶牙俐齿、刁蛮任性、得理不饶人的。哦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你就只能娶坐在后边的这位安静的美男子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你们俩还独自设立了暗号是吗？你还吃醋不成？哦，一会儿啊，我就不去慈善晚会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去探望一下郭立强的母亲，这样兵分两路呢，能提高效率。好。谢谢大家。感谢张主任发言。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又是我们的老熟人富强集团的董事长郭立富先生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郭立富先生为我们讲话。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，到今天为止已经建立了37所小学。慈善老生常谈了，我最喜欢老子的一句话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”所以，我更喜欢老子另外一句话：最主要的不是钱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没有尽好当哥哥的责任。这么多年，我虽然帮助了很多人，却没照顾好这个弟弟。您弟弟有跟什么人结怨吗？阿强虽然倔强，但不至于有要命的仇家呀。郭先生，腿伤多少年了？7、8年了，治不了根儿。打扰您了。幸会，幸会。你们俩穿着警服就别进去了，阿姨身体不好，回头再吓着人家。阿姨，您好，我是您儿子的朋友，我来看看您，这束花送给您。哎，好，放这儿吧。你是大福的朋友？啊，不是，我是郭立强的朋友。郭立强的朋友？那个，我们很早之前就认识了。你怎么能认识这个坏小子？其实也不太熟。阿姨，你们有多久没见过了？5、8年了吧，我也记不清了。您要不要喝点水？哎，不用了，帮我把床摇起来。哦，好。哎，姑娘啊，摇反了。哎，对不起啊。
哎呀，姑娘，摇过了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太晕了。姑娘啊，你就跟我说实话吧。阿强是不是在外边又惹什么麻烦了？我说不管用。还有他哥呢，他哥呀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阿姨，您误会了，真的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来看看您，真的。再说说，老人患的是脑血栓，前段日子刚做完手术，就这样反反复复的，都折腾好几年了。那他儿子来看过他吗？来看过呀，有钱的那个特别孝顺，他每天都来，亲自给老人煲汤呢。就这样的儿子真是没白养。还有一个挺壮的，一来就跟老太太吵架，我们说让他安静点，他还骂了我们一顿。是他吗？啊，对，就是他，这人脾气可臭了，说他两句啊就掀桌子瞪眼的。估计他是不会再瞪眼了。反正据我了解呢，郭立强这个人人品非常糟糕，像他脾气这样火爆的话，肯定会得罪很多人，所以有可能就是仇杀。我认为，郭立强人际关系复杂，排查起来难度巨大。这是他的工程队，他以前当包工头的时候啊，没少得罪人。这个建筑工地为什么停工啊？老板都不在了，还干什么呀？郭立强是不在了，但是他有合伙人啊。一个工程只要有钱就可以继续。所以工地停工，还有别的原因。你说这老秦非要来，来了又不下车，他什么意思呀？哎，林队，这边。杀人偿命，断子绝孙，这写字的人文化程度不高，绝字都写错了。工人们知道什么吗？咱们的队友在里边询问呢。去吧，走。你说老秦为什么不下车啊？他对下雨天过敏。下雨天过敏？我只听过对柳絮过敏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习惯。法医不喜欢下雨，可能是因为雨水会冲刷掉证据吧。那雨水还会留下证据呢，他就是事儿妈。走。这里为什么要停工啊？工地出了安全事故，上面让停工检查。墙上那些字和事故有关吗？有关，是这样的，有个工人叫赵元，1个月前脚手架突然倒了，摔进了医院。后来因为赔偿金的事，这个赵元的妻子呢就不停地闹事，门口这些油漆字就是他写的。这些民工呢跟赵元都是老乡，钱没给够，谁也不开工。麻烦问一下，门口那些字写了多久了1、2个礼拜吧。那赵元的妻子是什么时候不闹的？郭老板一直也没来，他妻子就不闹了。是不是有点太巧了？确实很巧。不过我现在就想知道郭立强的手指到底是怎么断的。好，我和老秦先顺着这条线往下查，你去查查手指的事。报告，这是你要的调查郭立强时走访过的名单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看来还是得先从打架斗殴查起。赵元一家就住这里。谢谢。离开1周以上了，你干嘛不用自己的手啊？没跟别人打招呼，自己悄悄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
林队，我刚联系过赵源妻子老家派出所，他没有回去过。哦。哎，林队，你看看这个。林队有线索，赵源妻子新办了暂住证，就住在郊区。暂住证。 这小子我2年多没见过他了。那你知道他的断指是怎么回事吗？我给他当保镖的时候，他的手指还好好的。这事要问呢，你得问阿来。阿来是谁？阿来就是郭立强的马仔。阿来。赵源是你老公吗？警察。 我能随便看看吗？您好。修车找外边。我不修车，我找一下阿来。我就是。我是龙帆市刑警大队的警察。 我想向您了解一下郭立强的情况。他怎么了？郭立强他死了。搬过来多久了？大概1个月吧。为什么突然搬家？钱拿到了？孩儿他爹躺在医院里，跟郭立强要钱，咋要都不给。我跟姑娘哭哭闹闹1个多礼拜，他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。后来工地有人告诉我。 说老板的哥哥人挺好，我就去找他，他给孩儿他爹看的病，但还是晚了，孩儿他爹到了还是走了。请问你们认识多久了？给他当马仔7、8年了。那后来为什么你就不给他当马仔了呢？要是还跟他干，死的就是我了。 所以说，赔偿没有拿到。老板的哥哥又给了我们一些钱，让我们安心回家。女儿多大了？马上初中了。我们走吧，孩子要回来了。哎，大了。您的左手是怎么回事？接不了赌，自己剁的。 郭立强也缺失了尾指，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？我们一起借的赌，都是赌桌上剁的。他平时有什么仇人吗？多了，可能杀他的就1个人。谁？黑八。为什么说黑八能要了他的命？他欠了黑八很多钱，还不上了。谢谢您的配合。 您经常头晕、左手发麻，是因为您脊椎神经有问题。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您，还是先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再见。你是怎么判断出赵源妻子没有作案嫌疑的？很简单，从他手部的动作来看，他患有非常严重的风湿病。 很难独立完成杀人分尸再抛尸的过程。另外，他既然已经得到了死者哥哥的经济赔偿，也就没有了杀人毁尸的动机。这么晚了还去剧里？黑夜更有利于思考。我看是因为大宝不在吧。走了。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对工作感兴趣的人，又不止你一个。我只是想说，你一个人来的话，不用开这么多的灯，费电。
林涛呢，让我调查的关于一些断指的情况，我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进展。郭立强这个人生前嗜赌成性，他赚的很多钱都输在了赌桌上。还有他那个断指，就是1年前他因为要戒赌，自己在赌桌上砍断的。所以我认为尾指的丢失应该和他的死是无关的。不过他生前还欠了一大笔赌债，债主叫做黑八。我们必须先查清楚黑八这个人，才能真的排除经济纠纷的案件性质。这就是黑八。一大笔钱。有一个新的发现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沉尸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只要在尸体上面绑一个重物，比方说铁块或者湖边那些石头都可以，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？凶手选择沉尸的方式确实很麻烦，打开腹腔，取出内脏，装入石块，再进行缝合。这从犯罪行为学上来说，确实是多余的动作。没错，严格意义上说，杀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最没有回报的一种行为。但是凶手既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去杀人，那么站在他的角度、他的立场上，就一定有凶手的逻辑。凶手的逻辑。头部丢失，因为为了掩藏真实身份；尾指丢失，因为死者戒赌。那器官丢失，就算是为了报复，也不至于取走全部器官吧？除非丢失的这些器官本身对于凶手来说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比方说，器官移植。没错。理化检验的结果显示，死者身上残留有依托米酯和芬太尼。死者生前被人麻醉过。是的。哎呀，不知不觉天都亮了。林涛这会儿应该已经去赌场的路上了。闻着煎饼味了。刚刚线索好像有点不对。那也不能抓着罪犯之前把自己饿死吧？八爷好。哎，好。八爷好。哎，好。八爷好。八爷好。哎，你看我这牌，你俩行吗？啊，我们哥俩搁这儿呢。哎呦，八哥，你来了，咋样啊？你看这还行。哎，你看这牌怎么样？多玩啊！赢了归我。哎呀！快去！连长！哎呀，全部给我控制住！都老实点啊！别动！出来吧！我知道你在里面啊，躲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好啊，小刘，给我拿一桶汽油过来。我冷，我要烤火。再不出来，我真放火了啊！来，小刘，把汽油给我，给点上。哎，别的，我出来。
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梦是鲜血，绿是枯竭。黄灯彻夜闪我不眠，有需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血将他的唇齿的成了死结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隔间，这些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，横对冷眼，触摸黑夜，如墨如烟，归手起无还佛心。手指不是我砍的，是他自己砍的。他为什么要做自己的手指头？可是他为什么要加大剂量呢？除非他不想要器官，他只想报复杀人。也就是说，郭立强死的那天他已经完成手术了。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。有证据，我来准备。死者年龄不大，处女膜完整，排除了非正常体位性交的可能。没有被性侵。死者身上最大的疑点在他的右手有被鞋重重踩过的痕迹。一个空的戒指盒，他都包得这么好，那枚戒指是不是对他很重要？基本上可以确定一点，戚继宁有一个神秘男友。孙凯就是戚继宁的神秘男友。到底是什么让你心灰意冷？死者怎么又少了一颗后槽牙？这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